多少年了，我从一个懵懂的少女，活成了霍家最合格的媳妇。我会在她回家前3分钟温好牛奶，会记住她所有的忌口，会把她的生活打理得一丝不苟。可是，擦了20年了，我活得还不如一杯牛奶。林淼，就因为这点小事，你跟我闹离婚？就因为这点事儿。那儿子呢？破狱时你打算怎么办？我会放弃他的抚养权。东郊的那套房子也会过户到他名下，就当做了抚养费的补偿吧。毕竟他姓霍，比起跟着我，你们父子才更像一家人。发疯也该有个限度。我明天还有早会，没空陪你演这种离家出走的戏码。昨晚那杯牛奶，我道歉。我是喝多了，不是故意针对你。林淼，见好就收。你真的以为我仅仅是介意那杯牛奶？你是见谁了吗？身上的香水味有些熟悉。林淼，你越界了。收起你那套无聊的关心，以后晚上你不用等我，这种没必要的牛奶也不必再准备。闹够了吗？就因为一杯牛奶，你要全家不得安生。你说的对，不用解释了。这最后的一点动静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了。有关股权的分红比例，还有几处不动产的分割，我已经让法务重新核算过了，你可以看一下。林淼，手续办理还需要时间，你不用这么着急搬出去。这套房子也可以留给你。做事还是干净利落的好，以免拖泥带水遗留问题。你准备去哪儿？你爸妈家吗？我让司机送你。不用，明天记得让保姆把我的东西都清理了吧，我就不处理了。反正他们家也不缺我一个动手的人。我以后不会去幼儿园接你了，但记得不要跟陌生人走。从被告知将来会嫁进霍家起，我就被限制了自由与选择。除了这种必要的社交活动，霍晴从未主动提出带我出去走走，两人始终困在这座华丽的牢笼里。这一次，不再是为了霍家，而是为了我自己。女士，需要毯子吗？不用，谢谢。刚温好的，喝了暖暖胃，早点睡。这就是我最常见的生活。每晚等到他们父子回家，临睡前送上一杯温热的牛奶，不多不少，分秒不差。霍少，采访一下，年纪轻轻就提前过上这种相敬如宾的老夫老妻生活，到底爽不爽？爽什么呀？上次我在拍卖会见嫂子，好家伙，那笑的叫一个标准，跟橱窗里的蜡像似的。霍青，天天对着个假人，你不闷啊？说真的，那日子过得也太没意思了。要不哥几个给你介绍个鲜活点的？对，梁少前2天刚认识一女孩，那性格特逗。说真的，那劲儿跟当年的徐威一模一样。怎么样，感兴趣不？喝你的酒。徐薇，只要我还没死，那个叫徐薇的女孩就休想进霍家的大门。我这辈子只要她，你们凭什么操控我的感情？徐薇，霍青的初恋，当年霍母不同意他们在一起，霍青百般抵抗，后来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他们分手了。徐薇远赴美国。林淼，
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在之后，就是20岁那年，霍青突然接受了霍家的安排，主动向我求婚。4年后，我生了霍一石。哦，对，我想起来了，那天晚上我闻到的熟悉香水味，是以前徐薇最爱用的特调栀子花香。林淼，去年拍卖会你给我买的那对红宝石袖扣放在哪儿？在衣帽间第2格的抽屉里。什么场合？一个商场剪彩礼。配套的西装在第2排第4件。怎么放得这么乱？平时这些不都是你收的吗？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抱歉，不是故意麻烦你的。我知道。你让保姆重新给你收拾一下屋子吧。再找不到东西，可以直接去问他们。以后就不要再给我打电话麻烦我了。好。断了，彻底断了。还敢跑出去玩车，我打断你的腿！喂，您好，是霍雨石的妈妈吗？喂，今天园里举办机器人展示，雨石没带作品，说是妈妈您给准备的，您看方便送一趟吗？霍雨石的机器人。不久前，我还坐在这里，一边的照着图纸做他的手工作业，只是那天走得太快，机器人还是个半成品。喂，妈妈您在听吗？抱歉，老师，霍雨石的监护权已经不归我了，我也不会再管他。还有，他现在是在您身边吗？啊，在的，在的。霍一石小朋友正在我的旁边。那能麻烦您打开一下扩音吗？好的。霍雨石，机器人在你房间的玩具盒子里。你可以打电话叫你爸爸给你送过去，也可以叫其他的任何人送。但是以后，我希望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。我不会去接你，也不会帮你做手工。你知道的，我不再是你的妈妈了。抱歉，老师，给您添麻烦了。对自己用半条命生出来的孩子说出这种话，到底还是会难过。我已经记不得是从什么时候起，那个孩子也变得越来越像霍青了。也许是从我失去自由的那天起。哎呀，淼淼，以后要多去霍家走动，多陪陪你霍青哥哥。从我18岁，我爷爷和爸爸与霍青家的长辈笑眯眯地从书房里走出来，我就被霍家当成儿媳培养。淼淼，你家境又好，真羡慕你。就是啊，你以后的人生都不用操心了。上学的时候，很多同学都羡慕我家境好，我没有反驳，只能苦笑。我的生活优渥，偏偏没有自由。大学考成那个样子，你知不知道今天那些太太是怎么看我的？你诚心让我丢人是不是？谈恋爱，你想毁了联姻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不愿嫁到霍家，那就只能嫁给那些大你快20岁的其他企业家，你自己选。谢谢。好。我第一次见到霍青，在两家人的安排下，那时的霍青与现在不同，是个爱笑、喜怒形于色的少年。我对他的印象其实并不深，只记得那年夏天蓝色天空下的那件白衬衫，以及他那双藏不住心事的眼睛。听说了吗？霍家那位太子爷为那个初恋跟家里彻底闹翻了。听说了，好像还绝食冷战呢。真没看出来，他这种身份的人居然敢这么反抗家里。我竟然很钦佩他，甚至是艳羡。至少他还有反抗的勇气。
还有抗拒联姻的权利。亲家母，你尽管放心，霍清这孩子之前不懂事，闹腾了一阵，现在这事儿已经彻底解决了。解决了就好，孩子嘛，总有转不过弯的时候，说明白了就行。解决了，果然如此。在这重重高墙下，谁又能真的逃得掉？霍先生，您的红酒。不用了，反正这顿饭也吃不了多久。林淼，这种家长安排的戏码，你玩不腻吗？我也只是听家里的安排，我也同样看着他，从一个浑身带刺的少年，逐渐变得沉默寡言。谢谢。你身上那股特调的栀子花香味没了吗？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霍总，这雨太大了，前面的山体好像有点不对劲儿。开稳一点，酒会的时间快到了。霍晴，要不我们先找个地方避一避。他跑，是他跑！趴下！霍晴，霍晴，你还活着吗？别乱动，保存体力。我们要在这儿待多久？不知道，但我在这里。这一刻，没有联姻，没有栀子花，只有两个被死神困在方寸之地的灵魂。我最后的记忆是他照在我身体上方的臂膀，被砸塌的车体刺穿，血肉模糊。林淼，你愿不愿意成为我的妻子？林淼，不要睡，听见没有？现在睡过去，你就真的没有自由了。林淼，醒醒，醒醒！我鬼使神差的答应了，却忽略了他垂着的眼底平静无波，像是在完成一场必须完成的仪式。于是，我们结了婚。4年后，如所有人愿的有了一个孩子。霍御史一出生，就得到了2家人的疼宠。这孩子将来要承袭霍家，他需要和霍清一样接受最精英的教育。从现在起，任何软弱的情绪都不能出现在他身上。于是，把牛奶喝了，对身体好。抱歉，妈妈，我不喜欢。所以他倒掉了那杯牛奶，和他爸爸以同样的方式，用最天真的脸对我说着抱歉，却做着他认为理所当然的事。我真的不知道这对父子到底是怎么想的。喂，哪位？林淼，是我。不过1周，我又接到了霍谦的电话，他用的别的号码。因为我将他拉黑了，拖泥带水，这不像霍清能做出来的事。林淼，你爸妈说你没有回家，你去哪儿了？是难事吗？他查我，我知道他有这种能力，心里却有着说不出来的愤怒。在我们过去那段长达9年的婚姻里，他冷漠，他疏离，他
他与我像是同住一个屋檐下的过客。如今不过半个月，他给我打的电话次数，已经超出了他过去1年的分量。他最多回我一个恩，剩下的就是我自己的一片绿色。现在他反倒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霍总查得这么清楚，还问我做什么？李淼，我今天应酬喝的胃有些不舒服，你把药放在家里哪个地方了？还有，霍雨石在幼儿园被同学传染感冒了，烧到了38摄氏度，一直吵着难受。你之前都是怎么做的？用什么法子能让他舒服一些？霍晴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我不再是你的妻子，更不是你的保姆。无论你胃疼不疼，找不找得到胃药，那都不关我的事。霍总，你只要打一声招呼，偏最不缺的就是给你买药送药的人，何必来问我？至于孩子病了，你跟我说再多也没用。我不是医生，我也没见过哪一个当爸爸的会在孩子烧到38摄氏度的时候，还要打电话问孩子他妈该怎么办。我不知道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，是不甘心，还是单纯习惯了我的照顾？但是霍谦，我不想把话说得太难听，我们已经结束了，彻彻底底的结束了，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了，你明白吗？林淼，到。林小姐，咱们这随行团可是去无人区，吃沙子，睡帐篷，你这细皮嫩肉的受得了？受不受得了？走一段不就知道了。霍晴，我看到一个去大西北随行的项目，挺有意义的，我们要不要？没时间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林淼居然想去那种荒郊野外，跟什么科考团吃沙子，这也太寒酸了。林淼，你也不看看霍少是什么身份？那种几千块钱的低廉旅行团传出去，那可太丢人了。霍家的脸面往哪搁？原来也没那么难。林淼，在。霍晴，老李，快看这层沉积，这是几万年前的呼吸啊！
老王，你对着这堆土比对你媳妇儿还深情。你看这旁边这根骆驼寮，长得比你那秃顶还顽强。原来土和草也能这么有意思。林小姐，别嫌弃，这叫烟火气，拿着。这比牛排香。真亮啊！林小姐，回了北市记得常联络，有空咱们再一起去挖土。林淼，回北市的票买了吗？不回北市，我要去川藏线。好疼，呼吸不上来了，头疼的要裂开，我就要死在这儿了吗？日照金山，是日照金山！哎呦，别哭啊，姑娘，没事没事，吸2口氧，血氧含量马上就上来了，别怕啊，有我们在呢，你肯定死不了，这高度要不了命。是啊，大妹子，你瞅你才多大点岁数，这身体棒着呢，肯定没事的，以后路还长着呢，这才哪到哪儿啊？谢谢大哥。在他们的帮助下，我从雪地里站起，迎向远处的日照金山，迎向我的新生。哪怕枷锁再多，路途再难，我也可以独自登顶，不是吗？回来后，我找回了一些以前的爱好，比如极限运动，比如赛车。安安，以后你就叫安安了。我还养了一只我喜欢的小狗。在和霍青定下婚约之前，我其实是个散漫和欢脱的性子，热爱一切生机勃勃的东西。只是后来，连自己的自由都没有了，在那座名为霍太太的囚牢里，又何谈热爱？安安，捡回来！小狗真的比人好相处，你给它一点爱，它就还你一整颗心。林小姐，您这小狗真乖，每次看见您回来，那尾巴摇得跟螺旋桨似的。是啊，它能看懂人的心思。小狗也比人更懂你的需求，它从不会冷落你，也不会让你在这段感情里感到卑微。它知道你爱它，所以它也会毫无保留的爱你。好了，安安不疯了，咱们出门遛弯。我以为我跑得够远了，可现在
他们又带着那副理所当然的表情，出现在了我的新生活面前。你们来做什么？淼淼，你瘦了。霍总，别答非所谓。是儿子想来看你，我拦不住。霍晴，你还记得我上次跟你说过什么吗？我说过我们离婚了，请你们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。淼淼，雨石还小，他不能没有妈妈。又是这一招，以前用联姻困住我，现在想用孩子绑架我吗？不能没有妈妈。霍总，你现在跟我谈母爱，不觉得太晚了吗？喂，物业保安部吗？12楼1201，有2名不明身份的人员强行闯入我的私宅，拒不离开。对，请立刻带人上来，把他们请出去。林淼，你居然叫保安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我很清楚我在做什么，我在清理我生活里的垃圾。林小姐，是这2位吗？是他们，麻烦了。我不希望在我的门口再看到他们。林淼，你真够狠的。小朋友，快跟你爸爸走吧，别让阿姨为难。走吧，我不敢再多看他一眼，真的不敢。我怕我再看一眼就会下意识的心软。他是我躺在手术室里痛到撕心裂肺生下来的血肉。小少爷见谁都哭，连先生抱都闹腾，真是不出所料，只有在夫人您怀里才这么安静可爱。雨石乖，妈妈在呢。妈妈也爱你，永远疼你。玩物丧志，林淼，你这种温吞的教养方式只会养出一个废人。妈，玉石才3岁，他需要陪伴和快乐。他不需要这种廉价的快乐。霍母，你这样会吓到孩子的。他是霍家的继承人，必须接受最顶级的精英式教育。从明天起，他的一切行程由教百分负责。孩子的成长一向是家教的灌输和体现，谁跟他说什么，他就记住什么，做出什么。雨石，休息一下，吃点水果。谢谢您的关心，母亲。但我现在的学习时间还没结束，请您自便。雨石做得对，他渐渐不愿再与自我亲近，规矩就是规矩。他开始疏远我，和霍青一样礼节性待我。他会叫我妈妈，说话却一定要用您。谢谢您的关心。我疼了你那么多年，可你到底还是变成了他。妈妈，您可以让我爸爸来教我吗？雨石，妈妈也可以教你，你爸爸他工作很忙。奶奶说您学历没有爸爸高，教不好我。妈妈，您怎么总是在家待着？妈妈在家等你们回来啊。您就没有什么其他的爱好吗？我同学的妈妈们都有自己的事业，或者在参加慈善晚宴，她们都很忙碌，也很充实。雨石，把牛奶喝了就睡吧，别太累。妈妈，您太严肃了。妈妈是怕你学坏。不像薇薇阿姨，她总是有各种新奇又好玩的点子。她教我的东西比您有趣多了。林小姐，您之前吩咐过不让那辆黑色的迈巴赫进小区，我们一直拦着呢。辛苦了，无论他们说什么，都不要放进来。好的，明白。霍晴改变了政策，他有时早上一个人在小区大门等我，坐在迈巴赫里的后座里，
像是一夜未眠。苗苗，苗苗，这是你最爱的那家生煎，你早上不爱吃饭，对胃不好，多少吃一点吧。霍总，这东西你自己留着吃。苗苗，后面那对父子最近天天见着，那男人长得跟明星似的，那小孩也俊，是你家亲戚？那是心里有人的前夫和更喜欢那位女士的孩子。这呸！原来是个心里装着别人的渣男，还有那孩子，真是白疼了。淼淼，快别出门，那辆迈巴赫又停在门口了，那大渣男带着孩子堵在那儿呢。你先歇着，眼不见为净。安安，咱们晚点再出去。淼淼，那男的带着孩子又在那儿蹲了一早上了，你说这人怎么这么厚脸皮？要不我们找物业把他赶走？就是，以前不珍惜，现在装什么深情，看着都碍眼。你别怕，咱小区姐妹多，出个门保准不让他进你身。没关系，王姐理解，你们不用替我操心。我现在已经完全不在意了。他站在那儿，跟路边的路灯、树木没什么区别。霍总，南城那个项目的资金缺口还没补上，董事会那边已经闹翻了，都在等您回去主持大局。我知道了，先把那几个人的情绪压下去，方案我半小时后发你。霍青一向很忙，公司里有许多事情等着他，他不可能一直在这纠缠我。很多次我都见到他疲惫地坐在车里，一通又一通地接着电话。或许是公司，或许是家族，那些曾经困住我的东西，现在也在一寸寸吞噬他。小少爷，霍先生还在公司开董事会，咱们得赶在老夫人发现之前回去。您快着点儿。或许是霍家在施压，毕竟霍青把霍雨石带出来的时间太长了，老太太那边肯定坐不住。有时候霍雨石也会偷偷背着霍青，让司机带他出来找我，然后一声不吭，迈着小步子一步一趋地跟在我的身后。安安，慢点喝，没人跟你抢。我就这样专心地遛着安安，给她喂水，哄她吃零食，安安就会快乐地对我小声叫着。霍一时就在旁边看着，也不说话，眼里写满了愤怒。大人习惯了戴上面具，可小孩子到底还是不如大人会掩盖自己的情绪。妈妈，我疼，妈妈。小少爷，您伤到哪儿了？要不要紧？快去医院。太太，小少爷摔得不轻，您……既然有人照顾了，就带他回去吧。从前霍雨石经常生病，每次他一病恹恹，哪怕只是打个喷嚏，我都会整夜守着他，跟着难受和心疼。可是现在，我看着他哭得快要断气，心里竟然心如止水。林小姐，刚才选拔赛的最后名单出来了，恭喜你入围了。我知道了。行啊，淼淼，刚回来几天啊，就把那帮练了好几年的老帽给刷下去了。不过下周的正式赛事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你这状态有把握吗？没想过把握，很久没跑了，这次纯粹是想试试自己还能开多快。虽然入围了，但你要知道，你是这些选手里断层最久的，很多人都觉得你这次可能也就是个一轮游。一轮游也挺好，至少是在赛道上游，而不是在那座死气沉沉的大房子里耗着。认真准备了这么久，不像只是想玩玩的样。那当然，要做就做到我能做的最好。毕竟
这可是我自己选的路。乖，安安，我要出去一段时间，已经拜托邻居阿姨照顾你了。我如今的生活不会因为霍家父子的出现而受到任何影响。那些曾经能刺痛我的眼泪、委屈和不甘，现在对我来说，连垃圾桶里的废纸都不如。各位旅客请注意，您乘坐的凌晨1点前往赛区的航班即将开始登机。临走的那天，我特意买的凌晨的机票。在这个整座城市都在沉睡的时间点，他彻底告别了旧日，奔向了属于他自己的战场。赛前的准备很紧凑。18号车李淼进场倒计时1分钟。我以前从未想过，我还能站在这种充满硝烟味的赛道上。这一刻，时间在摩擦中静止，那种紧迫的追击和拉扯，才让我觉得自己真正活。林小姐，完美的表现，作为复出首右，这个成绩太惊人了。谢谢，亚军，这是我完全没想到的成绩。我以为我会一轮游，但我赢了。我刚从硝烟中走出来，迎接我的竟然又是这种熟悉的窒息感。这小孩护个花跟护宝贝似的。又是这样。妈妈，瞧那对父子在众睽睽之下扮演幸福的一家，这种廉价的赞美只会让我觉得恶心。淼淼，原来你还会这些。之前在那边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起过？妈妈，这是送给你的，你刚才开得太快了，比爸爸所有的司机都快。霍总，我以前在家里提过多少次我想赛车，你哪次给过我回应？还有你玉石，以前你说我学历不高，没爱好，太严肃。妈妈，你刚才真的好帅啊！你都不知道，你最后那个弯道超过前面那辆蓝车的时候，我紧张的心都要跳出来了。妈妈，大家都说你是最厉害的女骑手，我同学要是知道我妈妈这么棒，肯定羡慕死我了。瞧那孩子多亲妈呀，这当妈的也太酷了，名利双收，儿子还这么懂事。我还有雨石，他真的很想你。这束花是他选了很久才定下的，你收下吧。妈妈，你拿着呀，这是专门为你买的。我很忙，没有空。淼淼，我们晚上一起吃顿饭，庆祝一下吧，就当是祝贺你拿到亚军。哎，饭你们自己吃吧。以前我求着你们，哪怕分出1/10的心思在我身上，你们给过什么？现在看到我光芒万片，才想起我是妈妈，我是妻子。这种地方，声音吵得人心慌。淼淼，你最近就在忙这些？这里很真实。霍夫人找我有事。霍青最近在公司心神不宁的，工作也散满了许多，几个大项目他都心不在焉。董事会那边已经有微宴了，还有雨石，他跟着霍青在外面待了太久，一直没回家，老宅里冷清的厉害。那孩子，他从来没离开我这么久过。淼淼，当初我选你做我的儿媳妇，是因为你安静内敛、听话懂事，我觉得你是个最适合做我霍家媳妇的人，能把这个家操持得稳稳当当。但你看看现在，霍青和霍雨石一个两个都因为你魂儿都丢了。淼淼，你这种做法和当年的徐威有什么区别？都是在毁了霍青的体面。霍夫人，您觉得我现在和他是一样的人？淼淼，回来吧，闹也闹够了。看在雨石的份上，就当给妈妈一个面子，再给霍青一个最后的机会。淼淼，你搬出来这段时间，霍青和雨石闹成什么样，你应该也听说了。雨石那孩子最近功课退步了不少，整天闷着不说话。霍青更是不像话，为了找你，公司的事情推了一堆。淼淼，回来吧，就当是给阿姨一个面子，再给霍青一个机会。霍青是他并不爱我，我们两个之间的婚姻已经让我蹉跎了9年，9年时间足够让一个满怀期待的少女变成一滩死水。当初您选我做儿媳妇，其实您心里很清楚，您看重的是我的家庭背景，是我林家能给霍家带来的助力，而不是我这个人。如今我已经如你们所有人的愿了，我们两家合作密切，利益早就捆绑在一起，再不可分。至于孩子，我也照您的希望生了。霍玉石如今长大了，他身上流着霍青的血，学着霍家的精英教育，没有我，
霍家也会将他照顾得很好。阿姨，你们已经拿到了林家的资源，拿到了2家合作的合同，甚至龙空家的继承人我也帮你们生了。你们是不是可以还给我自由了？淼淼，你这孩子怎么净说些胡话？自由是什么？在霍家，你想要什么没有？从前我爸打断过我的腿，摔死过我唯一的狗。那时候我胆小懦弱，以为嫁人是解脱。现在任务完成了，我对他也已经没有任何作用。那霍青呢？他现在天天守在你楼下，他知错了。阿姨，我已经不爱霍青了。林淼，醒醒！要是睡下去，你就再也没有自由了。自由，这种东西，我真的可以有吗？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也许我能给你自由。阿姨，他当年的承诺，我也曾信过。可后来，屠龙的少年也成了龙，他学会了霍家的冷漠，学会了用体面和规矩锁住我。他忘了自己随口答应的承诺。阿姨，请回吧。这扇门，我以后不会再为霍家人开了。你听到了吗，霍青？妈妈已经尽力了。原来霍总还有这种听凭脚的癖好。阿姨，这9年里，如果您这种心思能早点用在教他怎么做个丈夫上，我们也不至于走到今天。淼淼，他就在楼下，他听了一整天了。请。淼淼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我也知道你今天跟我妈说的那些话。听到了还来敲门，霍总的自尊心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廉价了？淼淼，我还是想再试一试。我知道这9年是我做的不好，是我冷落了你，是我把你当成了可有可无的背景。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去弥补，重新开始吗？只要你肯回来，你要什么自由我都给你，我再也不管你赛车，不强求你待在家里。霍青，你是觉得只要你低头，全世界都得原谅你？我想，我今天在屋里说的话已经够清楚了。机会，我给过你3285天，每一天你都在亲手杀掉他。现在那颗心已经死了，别再让我更看不起你。铁灰色西装，宝蓝色袖扣。霍总，你现在的审美品味真是让人大开眼界。我找不着那对灰色的了，淼淼，以前这些都是你给我配好的，我随便抓了一对就出来了。以前是以前，霍总，时间不早了，你到底什么时候能离开？我是爱你的，淼淼，只是我以前不是我承认我混蛋，我没爱过人，我不懂怎么劝，我以为你在家是理所当然，我不知道那些沉默会让你难过，直到你离开后，我看着空荡荡的屋子，我才反应过来，我根本离不开你，全都是我的错，行吗？淼淼，你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，就一次？而且雨石也离不开你，你走后他每天晚上都躲在被子里哭，他闹着要找妈妈，除了你，他需要亲生母亲在身边。淼淼，就算你恨我，你能不能看在孩子的面子上，不要这么决绝？孩子是无辜的，他真的不能没有你。霍青，你说你爱我，你说你从没爱过人，所以不懂怎么去爱。是，淼淼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平衡家庭感情，我以前太自私了。霍总，你这健忘症真是越来越严重了。我记得那年2家人安排咱们第一次见面，你当时是怎么对我说的？林淼，你别白费力气，我心里有人，这事儿你应该知道吧？他居然找了别人，他怎么能找别人？微微，别走！霍青，你们结婚1年了，该考虑给霍家添个继承人了。想要孩子？行啊，只要您把林淼用的香水都换成徐薇爱用的特调栀子花味，每天屋里都点上，我就同意生。每一处，每一次，那个家里都塞满了徐薇的影子。现在却跟我说，你从没爱过人。霍青，你是在侮辱我的智商，还是在侮辱你那段刻骨铭心的初恋？既然你这么深情，那徐薇呢？你把她摆在什么位置？没有许巍，淼淼，从来就没有什么许巍。霍总，你是想告诉我，这9年里那些栀子花香，那些为了他喝醉的夜晚，全是我产生的幻觉吗？当年我不愿意听从家里那些老头子的安排，我厌恶这种被操控的人生，所以我故意制造了一个徐薇出来，故意冷落你，故意折磨你，就是为了向他们抗争。我只爱过你一个，淼淼，自始至终，
我的世界里只有你一个人。太太，先生今晚又回来了，听说是去喝闷酒了，大概还是因为那位。我以前也想过，霍青冷落我，对我冷暴力，是不是因为徐威的事对我有些怨恨？但无法抵释抗的滋味，那只当自己选的坟谖。我对霍错青的心思渐渐变淡，我只是麻木的、习以为常的做着一些符合霍家儿媳身份的事。霍青，无论徐威是真是假，那9年的冷遇是真的。你所谓的爱，只是发现那个听话的玩偶不辞而别后产生的占有欲。别再说爱我，那只会让我觉得更恶心。太太，小少爷这眉眼长得真像您，尤其是笑起来的时候。在这个家里，终于有一个和我骨肉相连的人了。于是，妈妈只有你了。林淼，把孩子放下。雨石从今天起要进行思维训练，这种无意义的玩闹只会让他变得像你一样平庸。妈妈，我要去学习了。奶奶说学习才有位子。可才2年而已，那份期待就成了扎进我肉里的刺。霍青，明天是我生日，我们能一起吃顿饭吗？明天我要代表霍家参加慈善拍卖，那是关乎尊严和家族体面的事，你自己安排吧。这种小事以后不用问我。霍青或许是他的面子、尊严以及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。霍青，你现在的深情是因为你发现没人帮你打领带，没人帮你备喂药了，对吗？在我们的婚姻里，无论出于什么原因，你忽视我，对我冷暴力，理所当然的认为女性就该为家里付出，这些全都是无法改变的事实。别乱动，你还在发烧。妈妈，你怎么样了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我和爸爸陪你去医院好不好？妈妈，你别吓我。你怎么进来的？晚上我在小区门口等你，看你回来的时候晃晃悠悠的，我就觉得不对劲儿，跟着你上楼后，发现你已经烧晕在了自家门口。这是你以前最喜欢的。霍青，年轻的时候爱上什么都不为过，但成熟的时候放弃什么都不为错。以前我以为你冷暴力是因为徐威，现在我知道你只是习惯了被我照顾，习惯了那份理所当然的付出。不是的，淼淼，我是真的。够了，霍青，你一向是个骄傲的人，给自己留点体面吧。药也打了，人也醒了。霍总，带上孩子，走吧。你晚上没吃什么东西，肯定饿了，先把这杯牛奶喝了，暖暖胃。淼淼，你看看你，一个人搬出来住，根本照顾不好自己。今天要不是我和儿子守在门口，你病倒了都没人知道。淼淼，别闹了。好啊，跟我们回家吧，好不好？让我和玉石以后一起照顾你，好吗？霍青，你看，杯子碎了，无论怎么沾，它都无法复原。牛奶洒了，同样覆水难收。你说要照顾我，以前我胃疼的整夜直熬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雨石哭着要妈妈做手工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现在这杯迟来的牛奶只会让我觉得恶心。就是这儿，我亲眼看见那男的鬼鬼祟祟跟进来的。说了，黄戒指都贴到邻居了。好啊，我就说你没安好心，半夜3更私闯民宅，欺负人家单身女性是不是？这位先生，请你立刻出示身份证件，并解释你为什么出现在林小姐家里。王姐，麻烦你们了，请这2位出去，我不想再见到任何姓霍的人。哎呀，大妹子，你咋说病就病了呢？我就说那天在西双版纳别淋雨，别淋雨，这群小年轻非带你钻那个老虎的雨林，看把你折腾的。妹妹呀，还难受不？姐给你带了，你是喝药咸苦再苦烂到那个软医科，保准你心里甜丝丝的，啥难受都没了。淼淼，氧气瓶我也给你备好了，就放床头啊。哎，大妹子，这2位是新度团的，还是找错门了？哦，不重要，一个普通朋友和他儿子。以后也不会再见了，他们马上就走。我不要走，我不要走，我要我的妈妈！妈妈，你别不要我！带走。我也曾与君同舟渡，然覆水难收，江海不可修。从今天起，霍家所有的继承权我都可以不要，我要走，去南市找他。我不准，只要我还没死，你哪儿都别想去。凭什么？这6年你拦着我不让我见他，骗我说他病了需要静养。霍青，你这种自私的阻拦到底要为知不知道我有多想他？你怕什么？怕我去求他回来，他还是不肯看你一眼吗？霍总，这已经是这个月第3次了。林女士她看起来过得很充实。妈妈，爸爸做的蛋糕好香以后我们要多谢谢爸爸，对不对？她怎么能？她不是心思细腻、最容易感伤的人吗？我以为她走出那段婚姻至少需要10年，甚至1辈子。你去找她，玉石，你见过那个女孩吗？什么女孩？她再婚了。
就在你摔断腿哭着要找他的第2年，他就有了新的家庭。现在他身边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，那孩子每天可以吃到爸爸亲手做的蛋糕，而不是在那个冰冷的餐桌上等着一个永远不回家的父亲。我一直以为自己和他的这段婚姻太过失败，想要彻底走出来，怎么都需要一段不短的时间。但我没想到，林淼完全没有我想的那般。霍总，那是林女士吗？我跟了您这么多年，还是第一次见她笑得这么大声，活得这么带劲儿。是啊，我也没见过。在霍家那9年，她像是一尊永远不会出错也没有表情的石像。林淼，原来这才是她本身的模样。亲家，你看这俩孩子多般配。淼淼这孩子一看就是个安静内敛的好性子，我们霍家就缺个这么懂事不闹腾的媳妇儿。那是，我们淼淼打小就听话，家里长辈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从来不顶嘴。听话，那不就是个没灵魂的木头桩子吗？妈，你们到底是在给我选伴侣，还是在选一个摆在博古架上的瓷器？我不结婚，更不会娶那个姓林的小木头。你们要联姻，自己去结。霍青，那是林家，那是你爷爷亲自定下的。你为了那个来历不明的女人，连霍家的名声都不要了吗？太太，少爷，老太爷请您2位去后院。你爷爷终于肯出手，霍青，在霍家，你还没资格说不。听到了吗？霍青，林家的婚事不是在和你商量，你要是再执迷不悟，那个姓徐的女娃就没必要留在国内读书了。我答应，我会跟他分手。行了，别一副苦瓜脸，不就是演个戏，让那帮老头子觉得你为情所困，好拿捏吗？这忙我帮了，对外我就说是你放不下的前女友，没二话。许巍，谢了，这辈子欠你的，以后我一定还。霍总，徐小姐回国后，咱们那几个跟她名下公司的合作项目反响都很好。您看，下周的庆功宴，我不去了。淼淼，你看见了吗？我跟她只是合作，我从没真的背叛过你，你该原谅我了吧？累坏了吧？快带女儿进去洗洗，剩下的交给我。那你快点儿，晚上我想吃你做的油焖大虾。霍青原本一直认为自己只是错在把对霍家的怨恨转嫁到了林淼身上，只要他改了，林淼总会回头。可现在他才直到他看见林淼离开他之后的鲜活模样，他才知道自己当年到底错过了什么。他错过了林淼最真的灵魂，亲手把他推向了别人的怀抱。大家让开一点，注意2次塌方。那个女同志，你先退后。我是专业车手，懂车辆结构，我来开门，你救人。好，听你的，小心手。霍总，查清楚了，姓陆的没什么背景，就是个专业的救援队队长。林女士跟他是那场道路救援认识的。救援？一个连家都顾不上的人，凭什么能让他笑成那样？陆然虽然忙，但据说他出任务前、归队后都会第一时间跟林小姐报备行程。去，我要他所有的工作细节，我倒要看看他拿什么当他生命的源泉。队里下周有个联合行动，可能会忙几天。我把排班发你微信了，想我了就给我留言。好，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？你看这个，路边摊上的小玩意儿，虽然不贵，但我觉得配你的车钥匙正好。陆然，谢谢你愿意跟我分享这些。生活不就是这些琐碎拼起来的吗？以前你缺的，我都补给你。我妈妈可厉害啦！她不仅会做最漂亮的乐高模型和手工小裙子，她还会开赛车，那种轰轰轰特别快的那种。小月亮，真的吗？妈妈还会开赛车呀？那当然，我妈妈是全宇宙最酷的妈妈。你们要不要来我家玩？我介绍我的妈妈给你们认识，她还会给你们做好吃的曲奇饼干哦。霍总，
老太太那边又催了，说雨石少爷把自己关在房里不肯吃饭，咱们该回去了。他以前在霍家从来没这么笑过。他就像一个阴暗的老鼠，只能在角落里窥伺着别人家的生活。林老师今天表现不错，没让孩子等。那陆警官是不是该奖励我一下？晚上我想去吃那家老字号的汤圆。走，这就带你们去。我到底错过了什么？霍总，要过去吗？我看李女士今天心情不错，要不……不用了，走吧。临了，他又蓦然收回了脚步。之后，他就再也没打听过林淼的消息了。淼淼，我有些渴。淼淼，帮我倒杯水。牛奶，你说过喝了牛奶才不难受。这一刻，滔天的悔意压得霍青喘不上来气，黑暗中传来他痛苦的悲鸣。